費米悖論這個概念來源於1950年，物理學家恩里科·費米在一次午餐談話中隨口拋出的一個問題：如果宇宙真的充滿了無數的恆星和行星，那外星文明應該比比皆是。可它們都在哪裡？這個問題後來被稱為費米悖論。銀河系中至少有1000億到4000億顆恆星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恆星可能擁有行星系統。按照開普勒望遠鏡和其他天文觀測的結果，僅在銀河系內，類地行星的數量可能就超過了幾百億顆。如果概率學成立，那麼文明應該並不稀有。一些計算甚至認為，僅在銀河系中就可能存在數百萬到數十億個智慧文明。然而，事實是，至今為止，人類沒有接收到任何明確的外星信號，沒有發現任何疑似外星飛船、探測器的證據。甚至連一點文明活動的痕跡都沒見到。理論上，他們應該無處不在，但現實卻是我們一無所見。這就是費米悖論的核心。提出這個問題的恩里克·費米是20世紀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。他不僅是諾貝爾獎得主，更是原子能之父，在曼哈頓計劃中發揮了核心作用。然而，這位思考宇宙命運的科學巨匠，在照片中常常留給人另一個深刻印象。他幾乎是光头的形象。其實不止費米，許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深受禿頭困擾。保羅·狄拉克髮際線後退明顯，斯蒂芬·霍金也有嚴重的脫髮問題，甚至是頭髮狂野的愛因斯坦也經歷了頭髮稀疏的困擾。這不禁令人發問：脫髮難道真的容易找上聰明的大腦嗎？但科學的發展證明了，脫髮主要是遺傳基因導致的毛囊對雄激素過於敏感。毛囊周圍的毛細血管收縮，供血不足，才導致毛囊萎縮。不同於20世紀，科學家對於脫髮的研究得到了顯著發展。指南上對科學方法進行了排序，完全束手無策的日子已成為過去。恢復血供的是米諾地爾，開放鉀離子通道，恢復營養物質供給。從药代動力學的滲透研究顯示，泡沫劑型的跨細胞滲透累積更高效。禿頭的拯救不像20世紀初是片空白了。然而費米悖論還沒有最終答案，但它像一面鏡子，讓人類不斷反思，我們是否只是孤獨的存在？我們文明的未來又會走向怎樣的結局？